是不是展昭的声音啊？听起来更像是陶艺的。走走。陶艺，你没事吧？猫灵，真的有猫灵。你别怕，有我在呢。破红魔，今日你我就一决高下。他怎么没反应？怎么一动不动呢？欧诗南！欧诗南，欧诗南，小花花，你醒醒！你说话呀，小花花！欧诗南，欧诗南！陶艺，他好像已经死了。我不信，小花花你不会死的！小花花，欧诗南，你醒醒！欧诗南，陶艺，欧诗南，陶艺，你在这儿守着尸体，我去找包大哥。我也去，我不要一个人守着尸体。那万一我们两个都迷路了，回不来怎么办？那要不我去找表兄，你去找包大哥，咱们总有一个人能回来吧？好。包大哥，南姐姐，二文姐姐，你们在哪儿啊？包大哥，你们到底在哪儿啊？包大哥，南姐姐，二文姐姐。多罗姐姐，你怎么自己在这儿？燕大哥呢？我刚才不小心和燕大哥走散了，你怎么慌慌张张的？展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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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包大哥，南姐姐。多罗姑娘，多罗姑娘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方才寻找乌桕树的时候，不小心和燕大哥走散了，就恰好撞上了展少侠。乌桕树？你寻找乌桕树是何意啊？我刚才偶然碰到了一棵乌桕树，突然想起我爹曾说过的一个出入巫山林的诀窍。什么诀窍？此巫山林中一共有24棵乌桕树，它们正好连成一条曲径，只要沿着这条小路走，便可走出巫山林。太好了，那我们赶紧与其他人会合，照着这个法子出巫山林吧。小桃子呢？哦，陶艺去找燕大哥了。包大哥，方才我们在一处树林中发现了欧诗南的尸体。欧诗南死了？而且他的脸上贴着一张猫脸面具，身上还披着破狐魔的衣袍。曼陀罗啊？那你们呢？你们没受伤吧？我们没事。你快带路，我们马上过去。好。表兄，你在哪儿啊，表兄？燕大哥，再不出来我就找不到家了。燕大哥，燕大哥，小桃子，吓我一跳！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展小昭呢？他去找包大哥了。我在找表兄。哦，你拿刀做什么？哦，这是我的防身之物。在下可是全知开封府氏之子，怎能一点行动都没有？找你找了半天，感情你是在这儿呢。看你失魂落魄的，可是出了什么事？出大事了，小花花死了。什么？欧诗南死了？他在何处？在那边。走，走。
燕兄，胞兄，你来的正是时候啊！方才我听到小易呼喊，便循声而至。只是到了此处之后，未看见小易，却发现欧公子身陷从中。我不知其死活，只好先助他脱身。早知道燕大哥在附近，我和陶艺就在这等你了。哦，也没有很近。展昭，展昭，陶艺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还是跟你和表兄在一起有安全感。欧诗南已死，然死因蹊跷。刚刚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们刚才走到这儿，见林间有人影，便上前一探究竟。拨开树后，迎面看见的居然是破红魔。后来我见他一动不动，于是就将他的猫脸面具给掀开来，才发现里面的人竟然是欧诗南。我俩谁也不敢守着尸体，于是都去搬救兵了。破红魔会不会就是欧诗南啊？不像，我倒认为是破红魔杀了欧诗南，然后把他打扮成自己的样子。不会是白骨吧？是白骨。白骨为何会和欧诗南同时出现呢？会不会是他偷走的白骨？难道司徒莫心之死和欧诗南有关？我看啊，之前一直放置白骨的人就是欧诗南。他手上沾的是什么？这应该是一撮猫毛。猫？是不是这张猫脸面具上的毛？应该是。若真是猫灵杀人，这点猫毛也不奇怪吧？猫毛虽然可有可无，但到了剖权细微之时，它有可能就是真相大白之根本。破红魔说不定就在附近。当下我们应该尽快出林。走吧。表兄，你脚下小心啊！好。多罗姑娘的法子果然十分奏效。幸亏有乌桕树引路出林，否则咱们得像无头苍蝇一样，恐怕10天半个月都出不去。燕兄一路负重辛苦了。依在下看，不如由我将欧诗南送回梅娘家，你们尽早回家歇息吧。哎呀，既然这样，我就先和多罗姑娘回族长家，免得他们担心女儿的安危。如此甚好。那我们走吧。走。您节哀。
你们不必劝我，我为医多年，见惯了生死，没有什么看不开的。您可知欧世南今日行踪？他经常不着家，今日也与平时一样，吃完饭又出门去了。我问他去哪儿，只说是出去走走，结果一天未归。欧世南平时都与哪些人来往频繁？他平日里最相熟的就是镇上的这几个年轻人。不过，他和莫心的关系最好，大家都能看得出来，他喜欢莫心。我就说嘛，司徒莫心房间里的纸笔一定是为了给秦朗写信，原来他们俩是两情相悦啊。这么说，欧石南之所以遭遇不测，很可能也与莫心姑娘有什么关系。莫心姑娘遭遇不测之后，欧世南可有什么反常？确实有反常之处。听到噩耗之后，他先是有些消沉，后来又变得心事重重，一个人一坐就是1、2个时辰，有时候还一个人偷笑。啊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！喜欢的人去世了，有什么可笑的呢？小孩子家懂什么？说不定人家在回忆过去甜蜜的事情呢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其他反常的吗？事到如今，任何隐瞒都有害无益，还望如实相告。其实前2日，阿南出去一整天，归来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一个布袋。我发现，蝎子。母亲，我出去一趟。这么快就吃好饭了？没有，就是突然间想起来有点事儿，回来再吃。破灵阵从无毒蝎，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东西。后来你们忽然中毒，我很担心是阿南采摘的毒禽。所以，您选择了隐瞒此事。后来我私下问过阿南毒禽的事，从他的反应看，好像确实不知情。先不说毒禽，他特地跑去幽灵沼泽抓蝎子，难道包大哥脖子上的那只蝎子就是他放的？这不可能，你们素不相识，他没有理由加害包公子。您为何会收养欧世南？18年前，我在行医时，无意中看见他被关在地窖里，瘦得皮包骨头，浑身是伤，就那么趴在地窖口，眼巴巴地看着我。我如何能够狠心离开？我想，这大概就是缘分吧。欧石南自小被人虐待，说不定他会因为过去的遭遇而心存怨恨。我刚把他接到身边的时候，他很孤僻，也胆小，经常一整天缩着，不说一句话。后来逐渐好了很多。多年来，我一直把他视如己出，希望能抚平他心中的怨念。他虽然有些小癖好，但我相信他绝对不会去害人性命。他有什么癖好？也许
因幼年遭受禁闭，导致他现在极为喜欢打探外界的消息，也喜欢暗地里收集别人的秘密，偏执的想要掌控一切，凌驾于众人之上。事已至此，无可挽回，我们必会查出真凶，以告慰亡魂。你们费心了。夜色将至，我们就不打扰您休息了，告辞。也好。难怪昨晚你和王爷相谈甚久，闹了半天，这镇子里竟藏着皇妃。如此想来，司徒夫人前来破灵镇的时间未免也太巧合了。自从八贤王和庞太师来到破灵镇之后，她便比平日里沉默许多。我看呐，司徒夫人多半就是李妃。昨夜我就觉得司徒夫人有些不对劲，倘若你推测是真的，她如今在教，便不可能回宫了。即使她和皇上母子相认，身份也已经颇为尴尬。既然如此，那她为何要告诉贾内监自己尚在人世的消息呢？当年刘妃狸猫换太子，害得李妃骨肉分离，落入冷宫，之后又欲杀她灭口，这是何等的负屈含冤！如今皇上已经亲政，刘太后知晓皇上的真正身份，岂能不处处提防？或许李妃正是因为担忧儿子处境，所以打算亲自翻案，一举除掉刘太后。或许吧。哎呀，展昭，你弄我衣服上了！太有意思了，小桃子，你看，你看。保准让你玩个够，玩不够不许走啊！好啊，好啊。包拯、南妹妹，你们在玩什么呢？包大哥，哎，我说小青瓜，你见到阿整这双眼放光的样子，活像司徒多罗呀！我武艺超群，斩少侠，怎么能像个女子？女子怎么了？展小昭，你要是这样说话的话，可是会娶不到媳妇儿的。这个好玩，小桃子，你也教教我吧。教你可以，不过以后不准喊我小桃子。那要不喊你小罐子？你这个女人真是不讲究，我可是男人。哦，行行行，你是男人，不与女子一般见识。走，我屋里有好多小玩意儿，带你们看看。燕兄和赵兄不在吗？哦，他们去镇外买好吃的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走。你们看，哇，真好看，这都是你做的呀，好厉害啊！哇，小桃子好手艺啊！哪里哪里，当初教手艺的师傅说我太好动，心静不下来，将来做不出顶好的东西。反正我也没啥大志向，做些寻常使的，差不多就行了。这么多陶具，想运出去不方便吧？你是如何卖给他人？有些是卖给镇上，还有一些是店家定期来取货。挺好，挺好。大老远就听见你们说笑声，原来是你们过来了。啊，燕兄，嗨，我们与赵兄也算是有比邻之意。赵兄忽然搬走过来看看，也是理所当然的嘛。赵大哥，你怎么突然连招呼都不打就搬走了呀？就是。哦，
反正我独身一人，住哪儿都一样，就不起那无谓的争执了。哟，好歹你也是京城第2富贵花，到底是个金贵人呢，怎么忽然这么不讲究了呀？出门在外，不比家里吗？赵大哥也给了司徒家不少钱吧？不如咱们等会儿一起回去吃饭，不能白白便宜他们。不必，反正我也不差那些钱。不知赵公子这样的人多不多？要不然我回头就去开个客栈，门口左边写上差钱的不要进，右边就写进来的不差钱。那你横批不如就叫愿者上钩吧。我看应该叫不黑不收钱。好了，既然赵兄已经安顿下来，那我们就回去了。哎，慢！我刚买了烧鹅烤鸡，吃完再走吧。哦，不了，多谢燕兄美意，因为查案要紧，就不打扰了。告辞。诸位慢走。走了。你再来玩啊？好，一定。一夜不见，赵元林怎么跟蔫了的倭瓜似的？他一下子不做作了，反倒叫人不习惯。赵大哥不会被这2桩命案吓懵了吧？话说回来，欧大哥和莫欣姐姐看起来都是与世无争的模样，实在想不到他们竟会为人所害。你们男的看女人根本不准。我南天竺混迹江湖这么些年，最会洞察人心了。依我看，司徒莫欣才不是什么柔弱无助的小可怜。那你都洞察到什么了？从我的观察来看，司徒莫欣只不过把姿态摆得很低，叫人觉得柔弱可欺而已。我们刚来到破灵镇的时候，族长不愿意留宿，司徒莫欣还帮忙求过情。他要真那么顺从，怎么敢为了几个素不相识的人违背养父意愿？帮我们求情还成了罪过，人家可能只是心善嘛，也就你们女人爱瞎想。他求情就是为了帮助咱们呀，说不定人家只是为了把咱们留下来，一个个杀掉呢。我看呐，肯定是司徒莫欣利用欧石南的心意，让他为己所用。欧石南抓完毒蝎后不久，便拿着它出了门。那只毒蝎子8成就是欧石南抓给司徒莫欣的，还有，指不定那条万灵密阁里的蛇也和他有关。你们这些男人呀，看见女人掉个眼泪撒个娇就相信，你们倒是不爱瞎想，你们呀是瞎。不过是逗你2句，你这尾巴就翘上天了呀。听南妹妹这么一说，好像很多事情就都能说通了。毒蝎是司徒莫欣的，之前暗杀包拯使用的那支毒箭上的毒液，极有可能就是来自于司徒莫欣房中的蒜臼里的花溪草汁。司徒家的膳食一直都是他在准备，毒禽也似乎与他有脱不开的关系。那莫欣姐姐为什么要害包大哥呢？哦，难道他是破红魔的帮凶？如果他是帮凶，那又是谁杀了他呢？说的也是。看你一脸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，想什么呢？我要再访万灵密阁。啊！再访万灵密阁？我们上次去万灵密阁什么都没有发现啊，已经翻了个遍，应该不会漏掉什么线索吧？不然，凭空出现的残牙妖灵，令人疑惑的史料传言，万灵密阁里一定有什么东西被我们忽略了。没准正像司徒多罗所言，万灵密阁是因有什么说不清的东西，才会变得如此诡异。难道是里面藏着猫灵？希望这次去啊，不要再突然冒出什么毒蝎、毒蛇，乱七八糟的了。不管其中隐藏什么秘密，我们都要将其找出。我有预感，
这将是破案的关键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吗？此时不去，更待何时？走。本王倒是想知道，太师为何突然出现在这里？你我在京城见面不点头，自打出了京城，太师是如影随形啊，这让人不免心里犯嘀咕。王爷素有贤名，老夫向来钦佩。今日难得远离朝堂，不为琐事所累，自然要好生跟着学学。八贤王，他们怎么在这儿？他们本就是奔着李妃而来，咱们根本避无可避。不管这么多了，咱们该怎么查就怎么查吧。见过王爷。太师。